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27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全球投资者正堕入中国陷阱，国债市场。那么，先说新闻啊，9月25号，富时罗素公司宣布，中国国债将被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叫 WGBI 啊。那么市场估计，这个指数追踪的资金大概有2万到4万亿美元。那么完全纳入这个 WGBI 之后呢，会为中国这个债券市场带来1500亿美元的这个指数追踪的资金啊。那么富时罗素做决定之后，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三大跟国债跟债券有关的指数都把中国的国债纳入到他们的这个指数里面去。这些指数是什么？这些指数就是一个跳板，就是一个市场啊，这个指数后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钱啊，资金啊。每一个指数，当然我讲的这指数就是被市场认可，然后有影响力的指数，它后面都是有一堆的基金啊，基金后面的资金在追踪这个指数。指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用做调研啊，我来做研究啊。我做什么研究呢？我对全球的市场进行研究啊，研究以后形成一个指数啊，这个指数拿来干什么呢？我就配比啊，配比什么呢？我认为有市场前景，能够帮助大家挣钱的这个东西，投资品，我就把它放到这个指数里面来，再形成一个组合。其实指数就是投资组合，我形成一个这样的投资组合，它能够非常鲜明的反映这个市场的情况，我能通过这个组合能够挣钱。那么很多基金呢，它是没有研究机构的，他怎么办？他把投资者的钱拿来装到我的口袋里，然后我帮他投资，但是呢，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投资，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研究能力。那怎么办？我就追这些指数，我就根据什么呢？根据这个指数的配比，我来按照它的配比来放我的投资组合。所以呢，指数都是就像一个跳板，搭到这个岛上去，这个钱就往这个岛上跑；搭到这个岛上去，这个钱就往这个岛上跑。所以指数很重要，很关键。它基本上是美国华尔街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当然除了这个资金以外，投资机构以外，其实最大的影响一个是指数啊，这是指数机构大部分都在华尔街。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评级机构。所以美国的金融实力强大在哪里？其实强大在这些领域啊。那么现在已经把中国国债纳进去的一个是富时罗素啊，准备马上要动手了啊。它基本上是最大的啊，最大的就是债券领域。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叫 BBG 啊，它是2019年4月1号，那把这个中国的国债啊，我们讲债券，中国的债券基本上都是国债啊，把中国的国债纳到它的这个 BBG 啊这个指数里面去。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它会带来给中国的债券市场带来1000亿美元的投资资金，就是跟踪。这些指数跟踪基金就会去买。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叫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多元化指数，叫 BGIEM， 它是今年2月28号把中国的债券市场纳入到它的这个 BGIEM 的指数里面去，它会为中国的债券市场带来2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这个趋势可以看得很明显。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
就是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海外的投资者开始什么？开始把注意力关注到中国的债券市场。那么由于一系列的这个全球资本市场的变化，很多资金选择把中国的国债市场作为他们的一个，我把他们讲，一方面是避难，一方面是进取啊，它可以有两方面的效果，又攻又守，所以变成一个看上去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合啊。那么到了8月底，海外投资者在中国的国债市场持有4138亿美元的国债，相当于28000亿人民币。那么中国的国债市场有多少啊？债券市场有110万亿人民币啊，大概是一个这个规模。也就是说，海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当然他们只投国债啊，只投国债。那么这个趋势正在形成，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讲这个题目。讲这个题目有跟很多我们之前讲有些不大那么受欢迎的题目有关，跟两个东西有关。第一个跟金融市场的一个操作，后面的操作有关，还有一个就是跟中国的财政状况有关，因为讲的是政府的债券，或者是讲的是国债啊。那现在这些中介机构，这些基金是怎么说服投资者把钱放到他的资产里面，让他去投资中国国债的？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个叫安本标准，安本标准其实它原来的翻译叫阿伯丁啊，阿伯丁是一家英国的这个基金管理公司，它大概有5、6千亿美元吧，也是个蛮大的基金啊。他有一个叫固定收益投资董事叫吴子宇啊，路透呢就登了他一个访谈啊，这个访谈呢我就拿来解释啊，拿这个作为一个样板。这个样板是什么？这个样板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西方的这些投行们啊，就或者基金经理们怎么去说服这些投资者的啊，我就拿它作为一个样板，我大概的把他们的几个主要的观点拿出来讲一下，他们就是这样说服投资者的啊。第一个，他说呢，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在回到以稳金融为中心的这个道路上来。最近几个月，货币政策收紧，限制金融系统内的货币供应啊，推动了这个中国债券收益率升破了疫情之前的水平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把这个对冲成本减掉之后呢，那么相对的这个中国国债的收益率未必有那么吸引力，但是中国政府的债券相对于成熟市场的政府债券提供了额外的收益率，所以可以为进一步市场波动提供缓冲啊，这完全都是一个叫什么固定收益投资者的一个喜欢听的这种话啊，所谓的缓冲啊，有什么缓冲啊，都是胡扯啊。然后他说，中国有很大的动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希望人民币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从201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可以根据市场的这个浮动啊，那么政策制定者试图抑制过度的波动啊，设定了这个汇率的波幅。如果人民币大幅贬值，会引起对市场操控的指责，所以会加剧中美双方的这个紧张局势。你看，他把这个完全没有逻辑性的东西扯到一起来解释人民币会稳定的，因为我等一下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啊。而且，如果海外投资者突然从债券市场上撤资，中国的央行也有工具可以抵消撤走的流动性，银行系统内的国家指示仍然是强有力的政策工具，有助于在资本外流导致市场干扰时支持债券价格啊。那么就是
大家可以看啊，这是个标本啊，这是个标本，就是海外的这些基金啊，或者是这些包括华尔街，包括其他的这些基金啊，投资者、投资机构，是用这一套说辞来说服海外投资者把钱交给他们去投资中国的国债。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基本点啊，几个基本点是投资者会关注，但是其实他都在胡扯啊。第一个就是人民币汇率，因为你要知道，当他去投资中国国债的时候，他等于就是买了人民币资产，买了人民币资产，所有的投资者马上就会想到一个问题：人民币汇率稳不稳定？啊，他的这个我要对冲这个人民币风险，成本高不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所以你看，他说，人民银行中国有很大的动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都是胡扯。任何一个中央银行都有很大的动力保持它的货币稳定，但它保持不了，它市场影响决定性很大啊。所以它一方面呢又告诉大家，这个投资产品有市场的利益，但是他又告诉大家，这个中国政府有非市场的力量去控制这件事情，这基本上他们就在自我矛盾当中，但是他们有很好的表现能力啊，有很好的这种推广能力，所以投资者通常都会相信他们的这些鬼话。但是我们就在这里解释，我把这个样板告诉大家，目的是让大家理解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因为这些机构他们讲了投资者想听的话，但是这都不是真的啊。所以实际上这些金融机构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陷阱的其中一个帮凶。为什么？巨大的利益啊，巨大的有多大的利益？我告诉大家，大家想一下，现在的局势是个什么局势啊？现在局势其实很特别啊。一方面，中美之间翻脸啊，中美对抗越来越激烈，中美对抗已经演化成一个全局性的对抗，它不是一个局部，仅仅是贸易战的问题，不是的。中美对抗已经演化成为一个全面性的对抗，而且由于中美之间的对抗，中美经济脱钩越来越清晰啊。但是这一点都没阻挡全世界的投资者往这个中国国债市场跑的这种趋势。你想一下，中美在对抗，而这个投资者把钱交给什么呢？交给一个正在急剧左转弯的集权国家。可以想象这个道理吗？完全无法想象啊！这中间是什么？这中间有个非常巨大的诱因，一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诱因，否则没有人会干这种事情。你想一下，跟美国政府对抗的国家有几个有好下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但是投资者还在干这种事情，肯定有个巨大的诱因。有多巨大？我告诉大家，10年期美国国库券收益率是多少？0.67%。10年期6%，也就是说你放100块钱进去，那么这个1年下来的利息是多少？6块7啊，只有6块7啊，不，6毛7，100块钱只有6毛7啊。那么中国的国债收益率是多少？中国国债的收益率是3.12%，差多少？差2.，差245个点子啊！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就是，如果以中国国债收益率来看，这个美国国库券的收益率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中间差2.45啊，差2.45%。那么基本上这个利差，我们这叫利差或者是息差，其实就是利息差，就是说
你一个基金经理把100亿美元放到中国国债市场，那他可能就吃肉；那么放在美国国债市场，他基本上就汤都没得喝，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差距。所以这个差距，这个利息差会让所有的基金经理或者资产管理者疯掉，因为利差太大了。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汇率风险。你去买美元，买美国国债是没有汇率风险，因为它就是美元币计价。但是买人民币就有汇率风险，因为你买的是人民币。如果你如果一年下来，人民币汇率跌了3%的话，那你2.45的这个息差，你跌了3%，你现在这收益是3.12%，那等于就是白干零。为什么？你中间还有其他的成本。那就0.12差不多就算进去了啊，所以基本上你就白干。那么这里面一个问题是什么？当你要买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个对冲啊，对冲。那么对冲减低这个，就是你做完这个对冲，对冲是有成本的啊，你减掉这个对冲成本之后，你剩下多少才是你真正的得益。那你可以看啊，8月份人民币汇率是下跌的，跌了多少？跌了3%，正好跌了3%。也就是说，如果他8月头买的，那么到了8月底，他基本上跌了3%，他这一年下来这个息差，这个获利是零，基本上就当月底他把它卖掉，他基本上收益是零啊。但是一点都不妨碍这个海外投资者，这个向这个中国的国债市场冲击啊。海外投资者在国债市场完成了6241亿人民币这个国债的交易量，净买入是700亿。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当他买入这个国债的时候，他同时在做一个动作，就是卖出人民币，卖出一个远期合约，远期合约就是对冲人民币汇率，就是如果我有汇率上的损失，我用对冲来把这个损失找回来，那么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少于1%。也就是说，我做对冲是有风险的，我要买合约花钱，我把这合约花的钱算进去，一算，我大概如果我只要低于1%，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这个投资组合买了一堆人民币中国的国债，同时再花钱买入一个这个远期合约啊，完全对冲风险，我大概还有1.45%的这个收益，疯吗？一定会疯掉，所有的基金经理都会疯掉。那为什么对冲风险会这么低呢？好，原因来了。华尔街的交易员透露啊，这个背后是什么呢？这个背后是8月份以来，中资银行在远期美元对人民币的掉期市场，就是外汇市场，一直在卖美元的头寸，就是他做空美元，就是买入人民币。那么让什么呢？让美元对人民币掉期交易的这个成本一直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直接压低了什么？我们叫汇率对冲成本。汇率对冲成本越低，我买这个人民币债券的收益就越高，因为那是我的成本啊。那么所以8月份这个尽管人民币汇率在跌，直接就跌了3%，但是外资一点都不在乎。为什么？因为它对冲了汇率成本、汇率风险，他已经把这个对冲掉了。也就是说，他在这边受到的损失，在这个外汇市场已经找回来了。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这个私募基金的负责人最近就开始透露说，他们的客户很多是什么呢？很多叫 FOF 机构和家族办公室。
什么叫 FOF 机构 ？FOF 机构就是基金中的基金 ，FOF 就这些基金中的基金，基本上他们不投别的，他们只投基金，他们不去投这些项目，他们就专门找这些基金来投，就最大限度的分散他们的投资风险，叫 FOF。他们比基金还要难做，就是他们必须水平比基金还要高，所以他们能够判断基金的水平啊。这是第一，这 FOF。还有一个叫家族办公室，家族办公室是什么？家族办公室就是超级富豪啊，超级富豪他才会有家族办公室，就是帮助这个超级富豪的家族去理财，专门设立一个办公室去帮他们理财。当然讲的是投资机构，你比如说我是富时投资机构，有个人跑进来，他说我有10亿美元，帮我成立一个家族办公室，行，我就成立一个家族，专人帮他进行这个投资，叫家族办公室。基本上这是财富管理的最高形式啊。一般来说的起跳是5亿美元，你要有5亿美元的财富，别人才会帮你成立家族办公室。现在这些私募基金说 FOF 也好，家族办公室也好，他们开始干什么？他们已经在中国市场的这些 FOF 跟家族办公室开始把 A 股的资金往这个债券市场上挪。这些人是最敏感的，这些人基本上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先锋投资者啊，先锋投资者。那然后他们就开始配置国债资产。好，当他们开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市场就开始要朝那边跑的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就在这里啊。完蛋了，我们这讲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只讲了1/3。好，这个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讲一件事情，就是海外投资者正在做一个动作，把钱放到中国的国债市场。那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回顾一下，从去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布这个局，让海外投资者把钱放到中国国债市场上去。这里面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需要外汇，大家记得吗？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一直在缺外汇，所以中国其实是非常需要外汇。所以从去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布这个局，做了几件事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局已经形成了啊。第一个，取消 QFII 的投资限制，大家记得吗？去年开始取消的啊。取消 QFII 就是你想投多少钱都可以，原来是有限制的，现在没有限制了，想投多少钱都行，这第一个。第二个，搞定3大指数，去搞定这3大指数，哪3大指数哈？富时罗素、巴克莱跟摩根大通，那就是华尔街啊，那搞定3大指数啊，这个中共最厉害，做这种统战工作很厉害，搞定3大指数，让他们把国债纳入到他们的指数里面去，这是第二个。第三，拉阔息差，拉阔中国国债跟美元之间的息差，这件事情早就发生了，拉阔这个息差，中国一直在保持这么大的息差。第四，压低汇率的对冲风险，压低人民币汇率的对冲风险。第五，那就是结果，让钱往中国跑。让钱往中国跑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2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减轻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人民币的汇率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人民币汇率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资金外流，资金悄悄的往外跑，因为中国实行外汇管制，也就是资本项目不兑换，所以钱没办法跑，但是挡不住怎么办？那我就要想办法让钱跑进来，这就是一个工程。所以我们讲人民银行有一个汇率操控工程，
其中有一点是什么？其中有一点就要想办法设一个局，让全世界的基金进来。这5个动作做完之后，钱就开始往中国跑。当然这些都是很多条件都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的啊。那么在这个局当中，当然最大受益者是中国啊，中国政府。但是其实你可以翻过来看一下，涉及到这件事情的有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金融机构啊，金融机构是有关的。第二个事情就是这个投资者。第3个是什么？第3个就是指数啊，指数很重要啊，指数。第4个是什么？第4个就是中国政府。4个关联者。那你可以看到啊，投资者会不会收益？从目前的情况呢，投资者是有收益的。为什么？因为息差有这么大。第二个，金融机构挣了钱，对不对啊？这是没有疑问的，只要有成交量，它都有收益啊。这是第二个。第3个，中国政府有最大受益者。为什么？因为钱跑到我这儿来，只要进了我的口袋，那你想出去很难。中国政府是最大的得益者。但是在这里面当中，没有人有付出代价吗？不是的，最终的代价是谁来付？最终的代价当然是投资者来付，因为他掏了钱。但你记住，在一件事情当中，你看见没有人在付出的时候，一定有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投资者掏钱怎么会有问题？其实你可以看哈，指数有很大的责任。为什么？因为基金是跟着指数跑，指数要把所有的问题找出来，告诉大家有没有问题。在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人是谁？就是这个指数。指数没有把核心的问题讲出来。什么核心问题？债券的问题。你看在这里面，利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这个投资者没问题，掏钱没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圆当中，只有一个地方是有缺口的，债券本身，就是国债本身。国债有没有问题？国债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中国中央政府的那本账其实是蛮漂亮的。就我们要讲回中国的财政和讲回中国的财政状况。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之前经常不那么受欢迎的一个题目，就是中国财政问题啊。那么大家记住啊，一些通常没那么好听、有点枯燥的内容，通常是最管用的内容，最终能帮到你的内容啊。中国的财政状况，其实你看这本账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实行的分税制啊，中国实行分税制呢，这个在一个大饼当中，在税收啊，所有收入的这个大饼当中，中央政府拿了多少？1分为2，他拿走了一半啊，虽然是48%，差一点点，但基本上你当一半拿走了。但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当中，中央政府有多少事情要办？中央政府要办的事情只有20%，但是他拿走了50%的收入。地方政府怎么样？地方政府他要办80%的事情，都是由地方政府在办，但是他只拿了一半的钱。他拿了一半的钱，他能不能办完这些事情？办不完。办不完怎么办？办不完，他只能靠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就这么来的啊。另外一件事情怎么办？另外自己去借钱，寅吃卯粮，他只能做这2件事情。那么中央政府怎么做？中央政府我转移支付，我收到了50%是吧？好，那我就把这个50%里面我分给你一部分。其实最终中央政府给了地方政府多少钱？中央政府最终拿了多少钱？中央政府最终拿了30%。他把这20%呢，用转移支付又给回了地方政府。那给回地方政府之后，地方政府就好一些，财政状况就好一些了，财政状况好一些。但是
我们讲的好一些是总体而言，其实地方政府的差异非常大，天渊之别。你把广东省的财政状况跟黑龙江的财政状况进行对比，那你没法比。双方的财政状况像两个国家一样，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实际上你说面上的数据没有意义，其实因为出问题的都是最后面的那几个，后面那几个每个省的问题都很大，就是这样的问题。好了，现在我们讲完这个，讲中央政府，所以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的国债，它的评级高吗？一定很高。为什么？因为它财政状况很漂亮。你看他花的钱是这么少，可是他拿到的钱这么多，他财政状况大，所以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的国债，它的评级就非常好。所以海外投资者一看这个情况很好啊，指数也拿着这个情况来看，这个很好啊。但是中国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西方国家它的概念和中国实际的情况是差别非常大。西方的国家，你比如说美国，我举一个美国，美国的国债，它只跟联邦政府有关系，跟县政府、跟州政府没有1毛钱的关系，双方连分兆都没得分，你联邦政府收联邦政府的税，州收州的税，县收县的税，大家都不分，只按大家不同的税来收而已。这是第一个，它都不分兆吃饭，它根本就是不同的房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州政府有州政府的责任，1级法人，联邦政府是另外1级法人，它两个不同的法人，它两个不同的法人有不同的责任，你背你的责任，我背我的责任，双方没有直接财政上的关联。当然，州政府有义务去帮助县政府，联邦政府，比如说州政府有困难，联邦政府会支持他，但他没有义务，没有责任，他只是道义上我支持你而已。但是你真的联邦政府出了问题，州政府也不会管的，管不了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但是中国不是，中国跟西方国家不是，所以你光看中央政府那本账没有用。为什么？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有无限责任。为什么？因为中央政府是地方政府的上级单位，它是上下级，所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有无限的责任。它为什么要转移支付？转移支付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支援地方政府吗？他利用他的政治地位获取了最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就是因为他有政治权利。他有政治权利的同时，他不就背上了政治义务吗？政治责任，他有政治责任去支援地方政府，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也好，这个县政府也好，他都得背上。但是你从账上看不出来他的问题。现在地方政府的问题是什么？他的财政困难到了什么地步？我们举今年的例子，今年多发了2万亿国债，这2万亿国债其中有1万亿叫抗疫国债，就是因为疫情多发1万亿的国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解决什么呢？解决县政府的财政困难，再增发1万亿，这2万亿加在一起，由中央政府发国债，这是国债，中央政府的用中央政府的信用发出来的国债。发完国债之后，这笔钱中央政府拿到之后，直接用直通车运到哪里？运到县政府去，因为县政府已经没办法正常运转了，财政困难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那么这就是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反映什么呢？反映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有无限责任，因为地方政府无限服从中央政府，理解吗？所以呢，这里面的庞氏骗局的情况在于什么呢？中央政府是拿出中央那本账给大家看，我发债，你看我的财政状况是这样的。于是呢，他的中国国债的评级是根据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来给他评级的。但是实际上呢，真正的烂账
还不在省级政府，省级政府的账已经烂得一塌糊涂，稀烂。真正的稀烂到底的是什么？地方政府是3级，省、市、县，一级比一级烂。省这个账还能看，市这个账很多市的账没法看，到县级账已经无法转不动了。这3级中央政府能不管吗？他其实都得背上，他都得背上，但是这个在这个债券上面不反映出来。实际上，中国的国债必须把中央、地方2级财政的状况全部打包，甚至要把县政府的打包进去，做一个全面的整合。这些基金、这些指数必须做这个工作，你才能够给中国的国债正确的评级。实际上，就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国债的评级是不正确的，因为他没有看到中国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这个财政关系决定了它的偿债能力。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他不借新债，他就偿不了旧债；他不借新债，他根本省政府都运作不了。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基本上从技术上来说已经破产，他只能靠中央政府给他支援。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有2个地方出问题？第一个地方出问题就是社保，第2个地方出问题的是医保。社保跟医保出问题意味着什么？社保、医保都是财政防守的最后的防线。第一道防线在哪里？对地方政府来说，第一道防线就是教育、学校。教师工资不能拖欠，拖欠教师工资，第一道防线破了。第2道防线是什么？其实最后一道防线，就是社保、医保。社保、医保无法正常发放，就是无法正常发放这个叫什么退休工资的时候，那社保就已经这条防线已经破了。如果医院的费用被拖欠，医院开始降这个医生的工资、护士的工资、医护人员工资，拖欠医护人员工资的时候，医保这块这套防线也破了。你去看一下中国有多少个省，还有一道防线就是公务员工资。公务员工资是第一道防线，第2道防线是这个教师工资，第3道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医保、社保、医保。那实际上中国大概有一半的省最后一条防线已经破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其实最终讲的是什么？就是说现在全球的投资者正在面临一个他们不知道的风险，这个风险是个巨大的风险，就是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虽然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像美国政府一样对疫情进行巨大的资助，但是中国政府在这场疫情当中，特别是地方政府都处于技术性的破产的状态。为什么整个经济跌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的投资者正在面对一个不可预知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来自于中国国债市场。中国的国债市场风险巨大，投资者正在往那边跑，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我没有把数据放出来，因为如果要把这数据放进来讲的话呢，那可能我们就要讲2个小时所以我们就先简单的这么说一下，简单的已经讲了1个多小时了。总之我对海外的投资者，就海外的网友，记住2点，记住2点。第一点，你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买的基金产品或者买的理财产品，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要问一下你的基金，你的这个给你做这个理财的这个经理啊，他的那个产品里面有没有中国的国债？他追不追这三大指数？如果他追这三大指数的话，他一定会有中国的国债，那你就要小心一点。你别辛辛苦苦拿个2个点、3个点的投资回报，结果过了3-5年，突发现少了30%，整个资本少了30%，那可能那就麻烦大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的基金是不是准备做这个动作？如果做这个动作，你就把你换掉这个基金，换另外的嘛。全球那么多投资啊，不一定要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给大家一个投资的提醒，好吧 ？OK，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啊。那么现在总结一下，中国政府从去年开始布一个局啊，这个局呢就是让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的国债市场，但是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国债市场并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中国的财政状况，不了解中国的财政关系，所以他们被一个虚幻的假象所蒙蔽。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三大基金知道吗？三大基金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但是肯定他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啊，这是这件事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一直讲，中共的最大的一个支持者就是华尔街，一点都没错，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今天互动我们就简短一点时间，好吗？那么就这个请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高论？因为我们已经超时很多了啊。那么明谢 Ivy 刘Kim Nam Yong， 谢谢啊。观点一直对美国的评级机构有看法，当年的次贷危机，美国的评级机构也出了不少力。我以前接触到 DNB 的报告，个人觉得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观点老师讲的太对了，我就是读不懂中国金融类的文章，想想我自己也是有金融财务背景的，搅屎棍的文章看不懂。OK， 观点从金融的角度分析，王老师说的对，但是低估了土共围魏救赵的决心。土共绝对到饿死几千万人，也可以无限量的维稳成本，要保证信用级别好看啊，不然这个循环更转不开。非常正确。我之前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家属院住过一段时间，他们学院下面有个研究所，我之前好几次和他们所里的人吃饭聊天，感觉他们都更明白什么回事，都知道不能跟美国打贸易战，要改革。还有一个说过香港的问题，说应该普选，香港媒体、商界、新移民都控制住了，相当于下棋让了车马炮，还选不赢，真的是自己有问题。他们感觉也很精英，都是大城市的小孩，看问题很准。可中国的外交政策怎么走的这步田地？网友，他们是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从中国的角度看，香港普选长期来看会威胁政权。国际关系学院最重要的是干什么？国际关系学院有一半是从事情报工作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从事外交工作的，大概是一半一半啊。所以你讲国际关系专业的基本上有一半是做外交工作，有一半是做别的工作的。提问：专门教人用各种金融工具，通过房子为融资工具获取长期低息负债，用作货币贬值的对冲公众号水库新金被封号了，这代表中国政府控制这方面的风险吗？不知道，我没看过这个，所以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被封。情况，王老师你好，我邻居是华为的中层，他说
松山湖没有烧实验室，烧掉的是一个材料仓库。OK， 他们说是仓库吗？不是说还没有投入使用吗？没有投入使用，是他们的其中一个，他们是有一块，我节目里面有讲啊，如果是烧的是一个材料仓库的话，怎么会在写字楼里面呢？这是不对的。你看那个浓烟滚滚的那个房子，你说那是材料仓库，为什么把材料仓库放在写字楼里？写字楼很贵的，你说呢？提问王老师好，跟踪你的节目有一段时间，很是收获。想请教你，中国目前备受国际的质疑和制裁，但烂船还有三分钉。作为中国第2大经济体，独裁中国要击垮是件难事。在面对民主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共会不会有机会以时间换空间？以及资本主义下世界经济是否能扛下长期利益关系，配合国家的政策打击中共？用时间换空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先退一下啊，当局面很难收拾的时候，我们往后退一下，用时间换空间嘛，这是合理的选择。但是我们经常看到中共没有用时间换空间他基本上还是继续往前走，这是第一个，他们的惯性，他们的做法就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世界经济会不会用经济的手段配合政治的力量来做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果你要做这个操作，有一个前提，就是西方要形成一个统一战线你两个国家准备做这个动作，另外一个国家趁虚而入进去获利那你怎么做？做不成。所以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取决于西方阵营能不能形成一个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情绪，前2天与朋友聊天时聊到政治话题，结果在很懊恼情绪，现在很懊恼情绪也很低落，担心朋友会大嘴巴给我惹麻烦，请问我该怎么应对这种情况？打电话跟他说不要让他大嘴巴呀，你说呢？对吗？你如果是你的朋友，那你开诚布公告诉他，你不能够随便跑出去讲我跟你讲的话，你必须守口如瓶才行，否则的话以后我不跟你讲了，或者是我们直接就断交吧，我不承认这些话，只能是这样，没有别的，朋友之间嘛，是不是？提问王水好，能否讲讲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从中学就开始学，对我影响很大。零星听到你才意识到这个方法存在问题，能否讲一讲？网友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有很多道因为果的谬论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讲，是不是？唯物辩证法有2点，第一它是唯物，第二它是辩证法。这是唯物是一个看法，辩证法是一个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其实是一个方法论的描述。那么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论呢？不是的，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只是其中一种。那么中共告诉你这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一种，那当然不对所以这个世界有无数种方法论因为人类在他的文明当中又采取不同的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交往，所以它有无数个方法论，所以每个方法论都有它成立的部分，或者是它有它成立的条件。唯物辩证法也是其中一个，它有它在它的时空当中他认为成立的部分那么但是它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论，这是结论情况在知乎有看到中共似乎要出第6险，长期照护医疗 OK，
提问，请问老师怎么看3500家媒体针对中国的关税告川普政府这回事？我看到这条新闻，我觉得有点奇怪啊，3500家媒体同时在告川普这件事情，他怎么实现的？有那么多法庭接这个案子吗？我看那个新闻语言不详，我没有跟进，所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啊。企业通过进行司法复核来针对一个政策进行挑战，这是西方国家的一个社会制度的一种模式啊。这个我觉得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模式，政府一拍板，消灭一个行业就消灭一个行业啊。提问，请问怎么看？提问，通过恒大事件发现，现在开发商一身债，购房者一身债，地方政府一身债，钱都去哪了？难道都跑到中央政府手里吗？中央政府财政也没有出现盈余，钱都哪里去了？历史上大部分王朝的覆灭的原因都是财政枯竭。王老师怎么看？王朝的覆灭很多原因了啊，有打仗覆灭的，宋朝就是打仗覆灭，很多原因。财政枯竭，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两者之间有一些关系，但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啊。就是说，中国的财政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中国财政状况是因为经济的原因造成，经济回落造成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疫情啊。那么它会不会造成这个覆灭？我没有看到它两者之间的。大家知道一个政权覆灭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吗？有很多原因啊，有很多原因。但是苏联就是财政状况崩溃导致的啊。目前我看不到中国现在的财政状况会直接导致一个国家的覆灭，我没有看到啊，没有到这个地步啊。但是债券会不会有问题？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会有问题的啊。美国情报部门估计，目前约有200万共产党员在美国境内，吓死人了，是吗？这哪来的消息？我没有看到。华尔街有这些人，主要靠中国来分析财务信息。这些中国人大多数被中共影响。外国人有个很天真的习惯，就是所谓证据，而身在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人造证据的能力是无人能及的。我就不喜欢老说外国人很天真啊，外国人一点都不天真，他只是有他自己的方法。情况支持王老师，可刚才观点不对呀，最大的付出者是您刚才说的中国的银行们，他们沽空美元买入人民币，他们提供了低廉价格的保险给投资者买，人民币若跌，就是保险者提供者付款，只要投资者买够保险就不亏。这样理解是保险提供者和党弄个局来换美元，下一步国家要举国之力保汇率。还记得凯尔巴斯说过，党都知道只有外汇是真钱，人民币是假钱。如果你说他们付出了，他们在赔钱吗？他们在赔钱。他们的钱从哪里来？他们钱从银行来，银行的钱哪来？银行钱老百姓的，所以他们也不算最终的赔钱者，对吗？情况我和华尔街的分析师打过交道，这些人有数字信仰，只相信数字，但又没有分辨数字真伪的能力。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所以华尔街会为中共所利用。观点，外国人基本上都要靠中国人来收集整理证据，而这些中国人熟透了外国人的弱点，基本上都是要编造证据才能过关的。OK。明谢 Jenny Y， 谢谢 Jenny Y 丽，谢谢Bean Mom， 谢谢 TT， 谢谢 Amy Wang， 谢谢Kiam Tong Kok，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